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尷尬的事？有些人信主很久，但一吵架還是跟國中生一樣。不是外表哦，是反應。被講一句，立刻回10句；被忽略一次，內心小劇場直接拍到第8季。看到別人比較被重用，心裡 OS： 憑什麼不是我？然後你看他履歷，信主15年，小組長8年，服事資歷滿滿，但反應幼兒園中班。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3章1到15節，保羅就是在處理這種資深但不成熟的狀況。他一開口超直接，我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，只能當作屬肉體的，在基督裡為嬰孩的。翻成今天白話就是你們信很久，但反應還很菜。而且他還補一句更狠的，我是用奶餵你們，沒有用飯餵你們。意思是什麼？你們還在喝奶階段。這很傷。想象一下，有人對你說，你不用吃牛排，你先喝奶就好。然後呢，問題來了，為什麼會這樣？保羅說原因很簡單，因為你們中間有嫉妒紛爭。翻成現代版，你們會比較，會計較，會站隊，所以你們長不大。這句真的很真。很多人不是沒有知識，是情緒沒有被對付。你可以講很多道理，但一遇到衝突，全部歸零啦。比如說，你明明知道要饒恕，但一想到那個人，你心裡還是我祝福你，離我遠一點啦。你知道要謙卑，但別人一表現，你立刻在心裡打分數。你知道要愛人，但只愛順你的人。然後呢，你會發現你在知識上升級了，但生命沒有更新。這就是屬靈嬰孩。接着保羅又講回那個老問題，有人說我是屬保羅的，有人說我是屬亞波羅的。翻成今天，我比較喜歡這個講員，我覺得那個牧者比較有深度啊。然後呢，你開始用我跟誰一派來定義自己。保羅直接說，亞波羅算什麼？保羅算什麼？這句翻得更白一點，你們崇拜的那些人其實只是工具。然後他講一句超重要的，我栽種了，亞波羅澆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長。這句可以直接套用人生，有人幫助你開始，有人陪你成長，但真正讓你改變的是神。然後呢，如果你搞錯來源，問題就來了，你會開始依賴人，期待人不要讓你失望，希望人一直給你感覺，但人一旦沒做到，你就崩，因為你把工具當成源頭。保羅接着講一個畫面，建造房子。他說每個人都在建造，但要看你用什麼材料，金銀寶石還是草木禾秸。翻成今天的版本超好懂。你的人生是用真實穩固經得起考驗的東西在建，還是用看起来很快很方便很表面的東西在撐？比如說你用討好建立關係，很快但很脆。你用表現建立價值，很亮但很累。你用比較建立動力，很猛但很毒。然後呢，保羅說有一天會有火來試驗。這個火不是地獄火啦，是考驗。壓力一來，失敗一來，低潮一來，你裡面那個建造的東西就會被看出來哦。如果你是用表面撐的，一燒就沒了。如果你是用真實建的，燒不掉。最安慰的是什麼？保羅說，就算有人建得不好，被燒光了，他還是得救。意思是，神不是要毀掉你，是要讓你看見你到底在用什麼活。所以哥林多前書3章1到15節整段在講什麼？不是在批評你不夠好，是提醒你，你可以長大，不是知識更多，是反應不一樣，不是聽更多道，是活出不一樣的生命，不是靠人稱，是讓神在你裡面生長。
最後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你知道多少，而是當考驗來的時候，你還剩下什麼？